这名孤独的女祭司正走向一间地下室。当她宣称自己是无罪时，人们站在街边看着她，但无济于事，她已经被判有罪。判决结果是活葬。地下室里有一些面包、水、牛奶和油，她还有一盏灯、一张床和一张毛毯，但她并不会因此而存活下来。来到入口时，她停了下来，最后一次辩解自己是无罪的，然后就走进地下室，再也没有罗马人看到过她了。女祭司是6位罗马维斯塔真女中的一名，每一位都是在孩提时代从罗马最有贵族气派的家庭中精心挑选出来，但她死了以后就只剩下5名，人们需要挑选一名新的女祭司。6岁大的莱基尼亚目睹了这一情景，万万没想到几天后，她会被选中成为下一名维斯塔真女。她的年龄、她的贵族家庭血统，还有她良好的健康状况，让她成为罗马人眼中维斯塔真女的最佳人选。她的父母都为女儿被选中一事感到自豪。莱基尼亚感到害怕，但她别无选择。在接下来至少30年的时间里，她将为女神效劳。莱基尼亚服务期的前10年，她需要接受训练，学习怎样成为一名维斯塔真女。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维斯塔的焰火和贞洁女神的火炉守夜。维斯塔不像其他罗马诸神那样有一个雕像，而是用火焰作为象征。火焰需要在她的神殿里没日没夜地燃烧着。神殿位于城中心古罗马广场的旁边。跟所有维斯塔真女一样，莱基尼亚每天都需要轮流值班看守火焰。火焰象征着2样东西，第一样是罗马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延续。罗马人认为，如果火焰熄灭，城市命运就会岌岌可危。火焰还象征维斯塔女祭司童贞的延续。对于罗马人来说，维斯塔的处子之身不仅表示她的贞洁、端庄的身体和灵魂，还表示宗教仪式的纯洁性。所以莱基尼亚知道，她绝不能让火焰熄灭，她的生命、其他维斯塔真女的生命，还有罗马的安危，都由焰火定夺。莱基尼亚学会了每天从附近的喷泉打水，用来清洁神殿。他学会了解读记载神圣仪式的年表，他观察更资深的女祭司进行献祭。等到莱基尼亚训练完毕，他已经16岁了。莱基尼亚明白他的行为举止反映出他所效劳的女神形象。当轮到他打水时，他非常虔诚；当他进行献祭时，他非常专注。莱基尼亚使出最大的力气，尽可能让自己成为最棒的女祭司。她担心国家会有一天夺取她的性命，以保护国家免陷于危难之中。无论何时，莱基尼亚都可以被冠以乱伦及不贞洁的罪名，以及无论她是否有罪，都可以被作为祭祀品而做牺牲。莱基尼亚现在完全能理解为什么她的前辈会被活葬。维斯塔的火焰在10年前曾熄灭过。女祭司们知道，她们无法掩盖这个真相。焰火关乎罗马的未来，他们寻求祭司长的帮助，并展开调查，要查明焰火为什么会熄灭。有人主动宣称，其中一名维斯塔真女不再是处子之身，这是灭亡的开始。受指控的维斯塔真女坚称自己是无辜的，但无补于事，她已接受审判并判以罪名。维斯塔真女的死亡能够让这座城市幸免于难。但莱基尼亚现在正为他所失去的和他所知道的一切而哭泣。他的人生道路是用另一个人的死亡铺垫出来的，他的生命还会轻而易举地被夺走，只是因为焰火熄灭那么简单。了解古希腊的潘多拉之谜，聆听打破规则后遭到惩罚的更多悲惨故事。同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。